特别的地方，一座像是走进奇幻世界一样的小岛城堡。我们要去搭这个接驳车。这座建在海中央的小岛城堡，被许多人认为是电影《魔戒》刚铎王朝的首都米纳斯提利斯的原型灵感来源之一，也常被拿来和天空之城拉普达跟迪士尼魔法奇缘里的 Corona 王国城堡相提并论。甚至连周杰伦最伟大的作品的专辑封面也在这里取景。今天就带你们一起走进法国诺曼底海岸的圣米歇尔山，这座被称为世界最梦幻的海上修道院。一走进城门就会来到主街，这里是一条超级狭窄又蜿蜒的石板小径，街上很多人又超级热闹，几乎都是餐厅或是纪念品店。看到很多人在卖可丽饼，我们就随意挑一家来试试看。起司三明治跟这个可丽饼看起来很好吃，面包火腿。这家巧克力可丽饼吃起来超级普通，cheese火腿三明治也一样非常普通，所以对这里的食物真的很失望。我们一人买了一个，没错，但是它包起来看没有很清楚。我的是一个爱心，然后圣米歇尔山旁边有个小天使。电影这个看起来很可爱，很像一个那个旅行地图的感觉的。这整座山其实是一座诞生在中世纪的建筑奇迹，现在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最特别的是，当海水涨潮的时候，整座山就会被海水包围，变成像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孤岛。不过也因为现在建了新的跨海桥，已经很少能看到它完全被海水包围的样子，但眼前的景色依然非常震撼。当你站在修道院旁边的平台上，可以俯瞰整个海湾一望无际的潮间带泥滩地，像今天刚好遇到退潮，就能看到下面的游客像小蚂蚁一样在泥滩地上面散步。关于圣米歇尔山，其实还有一段很特别的历史。这里最早是一座中世纪的修道院，但在法国大革命期间，修士都被迫离开，整座山被改造成监狱，甚至被称为海上的巴士底监狱。因为只要海水涨潮，圣米歇尔山就会变成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，四周被海水包围，几乎无法逃脱，也让这里成为了易守难攻的天然监狱。直到后来法国政府修建了堤坝公路连接陆地，这座曾经在海上的监狱才慢慢变成了今天世界知名的旅游景点。在修道院里面有座很美的回廊，中间的中世纪花园四周围绕着精致的双排石柱，是当年修士冥想跟散步的地方。旁边的教堂是罗马式的钟殿，也是哥德式的建筑，大多是裸露的石壁，比较朴素一点。最后会看到一个很像仓鼠跑轮的木头装置，以前修士们会利用这个转动滚轮把物资吊上来。我要离开圣米歇尔山，但这个天气完全拍不出好看的照片，就好像教堂。要来开箱我们今天住的那个饭店，而且我们好久没有住饭店，今天好不容易有饭店可以住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住的饭店长怎么样。它有一个沙发区，好棒！它其实很大一间诶，它有一个双人床，它其实是2张单人并在一起。这也是厨房区，不是被你超越宿舍了？对啊，然后还有那个洗生菜的那个篮子。看一下冰箱有没有附一些小饮料。好，好，我们期待太多。这个微波炉比宿舍的还干净诶，还有这个煮咖啡机跟热水，整个空间算很大，而且是明亮的。我们刚刚去家乐福买了晚餐，它晚餐是自己解决。我们为了省钱，所以我们去超市。刚刚买了苹果汁，然后这感觉是鲔鱼三明治，可以当明天的早餐。但我觉得我等一下就会吃掉至少1个，最多2个。微波好之后就是长这样子。其实我原本以为有饭，结果它完全没有饭。今天来到了诺曼底的欧夫勒，
变很像一个明信片的小镇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很可爱的小房。来到这座法国诺曼底的滨海小镇翁夫勒，最迷人的地方就是眼前的旧港。在港口停满了一艘艘帆船，这里以前是法国北方重要的贸易港口，但随着时代的变迁，港口的功能逐渐被附近的大港取代。现在的翁夫勒反而变成了一座充满怀旧氛围的观光小镇。港口的四周围绕着一排排深色屋顶的老房子，虽然高度有一些参差不齐，但倒映在港口的水面上，反而形成一幅像画一样的风景。这座教堂建于15、16世纪，完全用木头建造，是法国现存唯一的一座全木教堂。里面的风格偏简朴，但你仔细一看会发现，屋顶的构造很特别，像一艘倒置的船，是当时的造船工匠用船屋的工法去建造的巧思。在翁夫勒，因为靠近海湾，我们当然要尝尝看这里的生蚝。在法国，当地人常会搭配偏红色的酸醋，或是挤上新鲜的柠檬汁一起吃。酸味可以中和生蚝的鲜味，让海味更加清爽迷人。一整颗饱满冰凉的生蚝，吃起来入口即化，带着一点海水的鲜甜。这里是诺曼底海岸的多维尔，从19世纪开始，它就是法国北方很受欢迎的度假小镇。走在街上，你会看到满街都是典雅的法式建筑，还有很多华丽的别墅、咖啡馆跟小店。随便一条巷弄走进去，都有一种浪漫又悠闲的感觉。这里也是 Chanel 开设它第一间正式时装精品店的地方。它最早是在巴黎从卖帽子起家，直到在都威尔开了这间店，它才开始真正推出自己的服装设计系列。最后来到都威尔的海滩，因为风真的超级大，原本被一片飞起来的沙子吹到超级崩溃的，但越往后面走，直到看到眼前的这片景色，画面就像是一幅度假的明信片一样，有一群群海鸥一起起飞，飞过海面，画面真的超梦幻。远远的还会看到有人在骑马，优雅的沿着海岸线奔驰的感觉，真的非常漂亮。现在准备回家了，在回家最后的路上，我们去买了麦当劳，然后你选了儿童餐，然后4欧一杯饮料，然后汉堡，这个特别迷你，小鼠，这玩具是着色笔，我们以为是可爱的娃娃，我觉得以欧洲麦当劳来讲已经很划算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，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 Jessie， 我们下一个旅行见喽，拜拜。